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欢迎来到今天的特斯拉 Daily。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档股票收涨，但技术面却比前一天更偏空，你会相信价格还是相信图表？那昨天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收盘上涨，那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是如果我们把 K 线信息、成交量，包括MACD 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却是另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是回顾昨天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特斯拉现在是在准备下一波的反弹，还是昨天其实只是空头喘口气？那最后呢，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在盘中的$315可能会决定未来几天特斯拉的走向。好，我们先来看数据。昨天特斯拉开盘价是在317.0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23，最低价是在315.52，收盘价呢是在319.53。那全天呢，成交量大约是2596万股，比前一个交易日是继续缩小。那么从价格来看，这是上涨的一天，但是从资金量来看，却是一根量缩的上涨。那么量缩上涨代表什么？它不是一个坏事，但通常呢代表一件事，就是上涨缺乏资金的追价。那么昨天最大的特点不是上涨了$2，而是涨不上去。那么昨天一开盘我们会看到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那么而且呢开盘价格是直接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么这代表市场一开始其实并不乐观，随后呢买盘把股价一路是推升到了323。我们来看分时图，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如果我们当时只看盘，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股价准备突破了，结果并没有。323附近马上是出现了卖压，那么之后呢，股价是一路回落，整天几乎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运行。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认为比收盘价涨跌是更重要的，因为真正强势的股票会把压力变成支撑。那么昨天特斯拉是没有做到。那么昨天的这根生成的 K 线呢，是一个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上涨的 K 线。那么很多人看到上涨的 K 线就认为多头赢了，但是 K 线必须结合位置来看。那么昨天的位置呢，是发生在前一波反弹之后，换句话说，它不是突破 K 线，也不是发动 K 线，而是比较像一根反弹之后开始整理的 K 线。那么更重要的是昨天的收盘价甚至是回落到前一天 K 线最低的下方。那么这种组合通常说明市场虽然还有买盘，但卖方仍然掌握主动权。所以昨天我们不会把它定义成是一个转强的一根 K 线，而是呢会把它定义是一个反弹中的回档。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KD 值和 MACD。那么这两个值为什么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也是今天我们最值得讨论的地方。KD 值是双线继续向上，说明短线反弹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但是 MACD 啊却开始出现不同的信号，双线是逐渐靠拢，红柱呢是越来越短，而 MACD 仍然是位于零轴的下方。那么很多朋友会问，KD 值不是向上吗？为什么我们还是偏保守？原因很简单，KD 看的是短线的节奏，那么 MACD 看的呢是趋势方向，也就是说短线确实还有反弹的机会，但是整个空头的这个趋势并没有结束，所以昨天的这个小幅的上涨呢，更像是空头趋势中的一次技术性反弹，而不是趋势的反转。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节目里我们准备的2个剧本。那么昨天我们的预测市场给了几分？那么第一种呢，是高开盘，然后呢，并且在盘中股价要守住323这个位置，然后才能够继续反弹。第二个剧本呢是低开盘，而且是股价在盘中不能突破324，然后呢进入到回档。那最后呢，市场选择了是我们给出的第二种预测。那么虽然收盘价是在319.53，高于我们预估的313，对，但是呢整体走势与我们回档的剧本是一致的，也就是低开盘，然后冲高受阻，回落整理。那么方向判断呢是基本吻合的，只是跌幅没有预测的那么深。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每天检视前一天预测，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不断修正分析的框架。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真正的关键是315，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它的最低。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这个位置是昨天买盘开始介入的位置。那如果今天盘中股价，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先把它调整下来。好，那如果今天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315以上，那么代表昨天进场的资金还愿意继续防守。那么特斯拉呢还有机会再次去挑战323、325，包括329。但是如果315失守那么昨天所有的反弹就会成为失败的反弹。那么接下来下方的310是在这个位置，那么甚至是297、300关口附近呢，就会重新进入到市场的视野。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不要只看涨跌，而是要关注315，到底谁能够守住315。好，我们再来看看上方的空间还有多少。那么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改变对433这个目标的看法，但是长期的目标不代表短期，也就是短线会直线到达。那么在到达433之前特斯拉还有几道必须要突破的关口。那么首先呢，实际上就是330，这是一个前高的压力位。那第二个呢是342。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20均线值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到达这个地方。那么2道压力呢会重叠。那么第3道呢是在358美元这个位置，是这个缺口的中线，也碰巧呢是5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那么股价只有逐渐突破这些压力，市场才能证明这一波行情
从反弹升级为真正的多头趋势。那么最关键的位置是330，站上它会出现头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么第一个压力位就是319到322，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我们取329，第三个压力位呢是342，第四个压力位是358。支撑方面，第一个支撑呢是在313到314，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二个支撑我们取310，第三个支撑呢是297到300整数关口。那第四个支撑呢，我们取290这个位置。好，那这些位置不是一定会反转，而是未来多空双方最可能交锋的区域，就是我们给出的这几个压力位和支撑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出今天的2个剧本。剧本1就是反弹延续，那么条件呢是必须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呢股价始终要坚守住314这个位置。那么坚守住这个位置，那么特斯拉有机会去挑战上方的326。如果买盘能够进一步增强，甚至可能有机会去测试330，包括335这个位置。不过呢，在突破329，也就是这个前高之前，我们仍然会把这样的上行呢定义为反弹，而不是反转向上。好，那剧本2呢是继续回档。如果今天是低开盘，并且呢在盘中始终股价无法突破318，就是这个位置，那么昨天的上涨 K 线呢就会被市场视为这个失败的反弹。那么接下来呢305将会成为一个收盘的目标价位。那么如果卖盘或者是卖压继续扩大，那下方的302和300整数关口呢也将会进入到这个空头的视野。也就是说这2个位置也是我们在盘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位置。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我们频道以后都会坚持的原则，就是价格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成交量告诉你是真是假。那昨天呢价格是上涨了，但是成交量没有跟上， MACD 呢没有翻多，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一天上涨就改变整个趋势的判断。那今天市场真正的问题不是涨还是跌，而是315到底会成为一个新的支撑位，还是会成为下一波下跌的起点。那么答案市场今天就会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种以技术分析为核心，每天检验预测，持续追踪市场结构的内容，欢迎订阅特斯拉 Daily。我们下一个交易日继续一起解读特斯拉，祝大家工作顺利，我们明天见。